咁年幾前咧，同大家討論過點樣喺美國呢度同傳統嘅車行去買車啦，同呢啲嘅經紀去討價還價嘅過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等等啦。咁今集咧，我哋會繼續講埋比起買車有少少複雜嘅lease 車長租一個車啦。究竟你話買車定租車邊一個會比較划算少少咧？而你話租車有一啲成日用到嘅詞語例如係 money factor 啦、residual value 啦、gap insurance 啦，同埋一個 one pay lease 等等，呢啲係代表住啲乜嘢咧？我亦都會用我自己租車嘅呢啲嘅經驗咧，同大家去逐一去解釋㗎。過去呢幾個月啦，都有一件都幾唔開心嘅事咧發生喺我身上就係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喺南加州點樣去充電嘅嗰一集，我嗰架嘅 Ford Focus Electric 其中一粒嘅電池壞咗。咁雖然啦，我對福特汽車最後提出嘅解決方案相當嘅滿意，咁但係而家嘅我咧30幾歲人既係同屋企人同住啦名下又冇物業啦連架車都冇埋啦，而家睇到自己咧都有少少覺得好失敗下。不過無論如何咁將來有機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個中嘅過程我哋加州嘅 Lemon Law 等等咁都係非常之有趣㗎。今集咧都想用我過去租呢架車嘅經歷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租車上邊咧有啲咩地方係需要去留意首先咧，你話其實買車同租車有啲咩嘅分別咧？例如啦，你要買一架價值3萬蚊嘅車啦，你唔計算個費用咧，你就俾咗頭款2000蚊，然後之後咧，你就會慢慢去分期付款，剩翻落嚟嘅28000蚊啦。由你喺車行簽名嘅一刻開始啦，嗰一架車咧就係屬於你嘅啦。你可以用佢做任何你想做嘅事，去改裝佢你帶佢去賽車場賽車都得㗎。咁但係咧，相對嘅，如果你係想長租呢架相同嘅車3年，嚴格上嚟講啦，其實呢一架車嘅實際嘅產權咧，都仍然係喺車廠手上。你咧就好似一個嘅租客，你只係租借正常去使用呢架車嘅權利。佢除咗啦會規定你一年可以揸幾多嘅里數之外啦，例如常見到嘅每年嘅1萬12000 15000英里等等，你亦都係唔能夠去破壞啦，去改裝呢一架車。而你買保險嘅時候咧，一定要買全保，又或者咧租約上面佢會寫明一啲係唔能夠做嘅事等等。而喺還車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會揾人去檢查呢一架車啦，去確保佢嘅狀態咧係合乎預期。例如佢車身上面嘅花痕車胎剩翻嘅胎紋等等。否則嘅話咧，就好似大家去租屋嘅時候啦嗰個嘅屋主咧就會收翻你一定嘅清潔費維修費一樣嘅啫。而車廠咧其實係會定出咗你租約完結之後咧例如3年之後啦，呢一架車佢剩翻嘅市場價值，亦即係所謂嘅 residual value 一個剩餘價值唔同嘅車啦，呢個嘅價值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噶。通常嚟講啦，歐洲車美國車咧就會細少少，因為佢哋嘅折舊咧會比較快啦，比較高。而日本車咧，因為佢哋比較保值剩翻落嚟嘅價值咧就當然就會高少少啦。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有好多人咧係一知半解嘅咧會對lease 車嘅一個誤解佢哋就會話啦某某品牌啦，或者你某某產地嘅車咧，你就一定要去租嘅，或者都一定要去買嘅。其實咧呢一個係唔一定噶，因為咧車廠咧其實係比大家更加識咩識數學嘛。佢其實咧係更加知道佢點樣去計呢個嘅 residual value 噶。咁我哋假設啦，3年之後呢一架車嘅市場價值咧就跌到剩翻一半嘅啫。咪即係15000蚊啦。而題外話嘅，如果3年租約期滿之後咧，你好中意嘅車仲係喺絕大部分情況之下咧，你都係可以用呢一個嘅 residual value 去加埋一啲少少嘅行政費用銷售稅啦，向呢個車廠買入呢一架車噶。而3年間消失嘅價值咧，就係呢一架車嘅折舊即係 depreciation 啦。呢度咧都係15000蚊嘅，而呢一個咧就係你呢幾年之間咧要俾嘅lease 嘅費用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呢一度咧，各位觀眾應該會得到一個好簡單嘅結論咁就係咧，只要你去計出嚟嘅嗰個剩餘嘅價值 residual value 咧係符合現實嘅，同埋你額外要俾嘅費用咧係合理嘅話咧，其實你買車又好，你去租車又好，其實喺各方面咧分別係唔大噶。亦都好似啦，點解大家會覺得你買樓會好過租樓咧？咁當然就係因為你買樓啦，嗰個嘅房屋咧係一個嘅 appreciate 嘅資產啦。可能一開始嘅時候你買樓嘅時候你負擔係可能重少少嘅。咁但係慢慢嗰個嘅屋嗰個嘅價值會上升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話買屋長遠嚟講大部分情況啦都會跑贏租屋噶。但係汽車唔同
因為喺絕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架車嘅價值咧只係會隨住時間而下跌。咁啊，當然啦，除咗之前疫情之後，咪有一段半導體短缺嘅事情發生嘅。又或者你買嘅車係非常之特別嘅，咁當然呢啲就係另作別論啦。而然後啦，咁你話租車有啲咩嘅地方係好，有啲咩嘅地方係唔好咧？你話好嘅，咁啊當然就係對於一啲可能換車就好似換女或者換仔啦咁頻密嘅人啦。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啦咁就係對於銷售稅嘅計算啦。喺美國大部分嘅州份啦，除咗你話例如係德州馬里蘭州或者維珍尼亞州之外啦，其實都只會對租車嘅費用去打稅而唔係成架車嗰個嘅價值啊。喺呢個嘅例子入邊啦，我哋假設嗰個銷售稅係10%嘅。如果你係買車嘅話咧，其實銷售稅就係呢一架車嘅售價嘅10%啦。咁亦即係3000蚊啦。我哋唔計算其他嘅費用嘅。買車出門口嘅時候咧，嗰個嘅 out the door price 出門價咧就係33000蚊。但係如果啦你係租嘅話咧，你需要俾嘅銷售稅咧就只係你租嘅時候嘅成本。好似喺加州呢一度呢一個嘅銷售稅咧係每一個月分期去俾㗎。例如啦，你一開始嘅時候你俾咗2000蚊嘅頭款，咁你就先交2000蚊嘅10% 嘅200蚊銷售稅啦。然後你之後咧就分36個月去分期。每一期咧，我哋假設嘅費用係470蚊，咁你就每一期咧要再交多47蚊嘅銷售稅，咁你加埋起嚟咧，其實夾埋咧就係1690蚊左右。而呢一度咧，其實你話比起你去買一架車咧，嗰3000蚊一開始就要交出嚟嘅咧，又或者你計落去嗰個嘅貸款額入邊啦，其實係會比較好噶。畢竟啦，其實大家想象一下，其實你話你買車之後，你話我唔中意架車啦咁你要賣翻出去嘅，你係唔可能問翻政府攞翻已經交咗出去嘅銷售稅噶嘛。咁當然相反嘅，假設你係覺得你自己有好大嘅機會係會持有呢架車好耐嘅話咧，咁其實租車嘅好處咧就唔係話咁明顯啊。咁因為如果你租完呢架車3年之後你會同個車行買翻架車嘅話咧，其實最後嘅嗰1500蚊銷售稅咧，你都依然要交噶。而加上啦喺 lease 入邊所交嘅利息咧，其實係需要打稅噶。咁所以咧，其實一共要交嘅稅咧，反而係會比你一開始就買架車咧係高少少噶。例如喺呢一個例子入邊啦，你一共咧就要交3390蚊嘅稅。又或者啦，如果你係喺未滿約之前因為有少少嘅個人原因要去解除嗰個租約視乎嗰個合約啦可能你就需要揾另外一個人去繼承嘅又或者你係要俾翻個罰金咁呢一個咧都需要大家自己好好去留意啦咁亦都所以啦如果你買車又好租車都好啦，都係好視乎你自己個人嘅實際嘅情況噶。而跟住落嚟嘅時間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得到一個合理少少嘅價錢咧。咁基本上同之前我哋分享過啦，其實買車嘅策略咧係差唔多噶。咁我之前咪提過買車嘅時候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嘅？都唔好問我會唔會將我嘅舊車攞嚟 trade in 因為我只係在乎你能夠將架車賣俾我，我出門口嘅時候我要俾嘅價錢。咁就係嗰個嘅出門價 out the door price。要達到一個滿意嘅出門價，之前我咪提過3個方法嘅，貨比三家，架車留喺架車行幾耐，同埋嗰個市場嘅趨勢啊嘛。咁當時我想去 lease 呢架電車咧，咁我就先去同附近幾間嘅車行做一個網上嘅問價，做翻一個互相嘅比較。最後咧我就揾到洛杉磯附近嘅一間福特嘅車行啦。咁呢一張咧就係當年佢俾我嘅報價單。咁架車嘅原價啦，即係 MSRP 咧，大概就係3萬蚊。咁因為呢一架車咧就有個皮凳啦，咁所以就再加多1000蚊。咁然後扣減咗7500蚊嘅聯邦電車嘅資助額，車廠提供嘅 manufacturer rebate 5500蚊，同埋車行額外嘅優惠3500蚊。咁得出嗰個嘅車嘅價格咧係14550蚊，係 MSRP 嘅47折。而可能大家唔係好明白點解嗰個車價同嗰個原價爭咁遠啦。其實係同之前我同大家講過啦，我哋當年加州咧同第一任特朗普政權嗰個嘅政治嘅角力係有關㗎。今集咧我就唔想花太多嘅時間去講政治啊。但係呢一架車咧其實就係所謂嘅 compliance EV， 係車廠為咗滿足我哋加州汽車效能嘅規管而去製造出嚟㗎。若然福特汽車當年唔係用一個蝕本嘅方式去賣呢架車咧，其實佢唯一能夠去滿足呢個政府嘅要求咧，就係向電車公司 Tesla 去買呢個嘅 credit。而題外話，今日 Tesla 有咁嘅成就咧，我哋加州政府咧亦都可以話係功不可沒㗎。
但係呢一度咧亦都解釋咗點解間車廠第一啦，佢想賣呢架車俾我啊。然後啦，呢一架車咧係我喺18年嘅2月尾去租㗎，咁但係佢嘅生產日期咧係2017年嘅5月，亦即係話啦，其實佢係喺間車行入邊咧都擺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啊。我仲好記得啦，當時我去買嗰架車咧，其實佢係佈滿晒灰塵啦，然後由頭到尾咧都係花呢碌啊，咁啊好明顯其實佢咁多個月咧都冇做過啲咩嘅保養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嗰個車行咧都有一個好大嘅誘因啦，佢想盡快嘅去 lease 又好，去賣嗰架車都好啦，去騰出嗰個車行呢個嘅空間㗎。而如果咧我係買車嘅話啦，拎到呢個嘅出門價之後，跟住落嚟嘅步驟啦，就係上次提過啦，咁當然就係同嗰個嘅財務經紀啦去討論嗰個嘅貸款啊。咁但係咧，你可能會留意到啦，呢一張報價單上咧，其實係缺少咗一樣喺買車時候一個好重要嘅數字啊。咁嗰個咧就係信貸嘅利率，亦即係 APR 啊。相比買車嘅時候，車行一定要去顯示出一個利率。喺美國去 lease 車咧，其實政府係冇規定啊，車行一定要咁做噶。所以有好多人咧都根本係唔知道租車都係有一個利息成本。嗱，我哋翻去一開始嘅例子啊。如果你買車嘅時候扣咗2000蚊嘅頭款，剩翻落嚟嘅28000蚊咧，就係呢個貸款嘅本金，而你嘅利息咧就係喺呢個嘅本金上面計出嚟。相類似嘅喺租車嘅時候啦，將你要交嘅每一個月嘅供款，通通加埋起嚟，再加埋最尾嗰架車啊，剩翻落嚟嘅價格 residual value。因為 lease 入邊咧嗰個嘅借貸係唔單單係講緊借嘅嗰36個月入邊嗰部分啊，亦都係包括埋最尾你冇用到嘅嗰個剩餘嘅價值啊。呢一度同樣嘅都係28000蚊，而基本上啦係同買車咧係差唔多噶。而由於咧其實缺乏咗政府嘅監管啊，其實車廠內部咧亦都係唔會用到呢個 APR 呢個詞語啦，而係用到所謂嘅 money factor。我哋將 APR 除以2400咧，你就會計出呢個 money factor。例如我哋講緊6厘嘅 APR 就係相約於0.0025嘅 money factor。而有啲嘅車行嘅經紀咧，甚至咧係會同你講咧，就話我係2.5嘅 money factor。呢一度咧就唔好大家唔好誤解咗呢個嘅2.5咧就係呢個 APR 啊咁低啊，其實係6厘嚟㗎。而有啲時候啦，好似我呢一張嘅 lease agreement 入邊啦。佢甚至連 money factor 都唔寫出嚟啊！需要我自己去計。呢一度咧就係另外一個方程式。money factor 咧就等於嗰個嘅租賃成本。英文咧佢哋可以叫做 rent charge、lease charge 或者 finance charge。咁啊將呢一個數咧去除以一個嘅 adjusted capitalized cost 加埋呢個嘅 residual value，再去乘你租幾多個月。咁啊翻我哋之前嘅例子啊，假設呢架車係3萬蚊，扣咗2000蚊嘅頭款。我哋唔計算嗰個嘅費用，剩翻落嚟嘅28000蚊咧，就係嗰個嘅 adjusted capitalized cost。咁啊，然後根據埋啱啱我哋講到嘅方程式，6厘嘅利率，你36個月嘅總借貸成本咧，就係3870蚊。而題外話其實租車比買車比較差少少嘅一點咧，就係如果你係買車嘅話啦，其實你出邊個利息環境係跌緊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隨時自由嘅去做一個嘅 refinance 啦，好似你買屋咁樣。咁但係咧，你租車咧，其實嗰個利率咧係固定噶。咁啊，呢一個咧就需要大家留意啊。而呢一度咧，我哋講緊每一個月嘅費用包括咗月供啦，包括咗利息啦，同埋銷售稅咧，加埋起嚟咧，其實就大概係516蚊。咁所以咧，其實你話 lease 車咧嗰個嘅計算係咪有少少複雜咧嚇？咁其實車廠同埋車行咁樣做咧，當然就係想大家係唔明啦，OK？咁啊，然後就等大家淨係去集中睇嗰個嘅頭款或者係嗰個月供嗰個嘅款項啊。咁啊，其實呢一個一直以嚟咧都係佢哋嘅銷售嘅方式之一嚟噶。例如翻去我張嘅報價單啦，扣除咗1728蚊嘅頭款之後咧，之後每一個月嘅月供咧都係要220蚊。原因就係呢一個嘅價錢入邊咧，係隱藏咗一個嘅利率大概係3.9% 嘅 APR 噶。而呢一個咧，亦都係需要我自己去計出嚟。咁啊，當然啦，其實當時你話3.9厘咧，都唔係話啲咩咁唔合理嘅利率嚟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嘅利率咧，都係大家可以去寸土必爭啦去同嗰個銷售經紀去討價還價噶。所以啦，當時嘅我咧就喺呢個嘅 email 上面就寫咗我需要嘅價錢咧，我打咗個交叉。一樣嘅頭款，我希望佢可以將嗰個嘅月供嘅金額去下降1成，
而咁樣做咧，其實我係希望佢喺車價啦、residual value 啦，同埋頭款不變嘅情況之下，去降低嗰個嘅 money factor 啊。咁啊，當然咧，其實我覆咗呢個 email 之後咧，其實過咗大概1個禮拜咧，佢都係冇覆我噶啦，佢都覺得可能我玩嘢啦，OK。咁啊，而喺同一時間咧，我亦都係揾咗另外一間車行咧，做到差唔多我想要嘅呢個嘅價錢噶。只不過咧，嗰間車行就係北加州，而佢嗰個車咧亦都係冇咗個嘅皮座椅啦嚇，咁啊大概就爭咗成1000蚊咧嗰個價值。咁啊，所以咧都喺我準備揸車上去北加州之前咧嚇，我都打咗個 email 就問一問嗰個嘅經紀啦嚇，睇一睇佢意下如何啦，係嘛？反正其實成個洛杉磯就應該就淨係得我一個人咧就咁蝕底，會同佢買一架車啦，係嘛？我都係做咩啊？日行一善啦嚇，想係幫一幫呢個車行，幫一幫呢個嘅車廠。啊，大家要記住嚇，其實係無論喺買車啦，你話租車啦、買樓啦、買菜都好，其實最蝕底係邊個啊？咁啊，當然就係俾錢出去嗰個人啦，即係我啦。咁啊，最後咧佢都打翻個電話嚟就話，Tommy，我可以接受你㗎啦嚇，咁啊你就即刻嗰一日就入嚟簽約啦嚇。咁因為當日咧其實就係嗰個月最後嘅嗰一日啊，可能我就要 meet 個 quota 啦，我就唔知啦嚇。咁啊，所以嗰一日咧我就入去簽約嚇。而嗰一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去嗰個車行去睇呢架車啦嚇，第一次去試車啦嚇，亦都係第一次去親身見到呢個嘅經紀啊。而亦都係嗰一個時候咧，我係第一次同佢講啊，我亦都有呢個嘅 Ford 啊，佢俾一個嘅啱啱畢業嘅人咧，佢有500蚊嘅優惠啊。咁啊，當然啦，當時嘅我咧，其實就大學畢業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咁啊，只不過咧就係之前咪同大家講過嘅，我有呢個嘅會計嘅副學士嘅，亦都係嗰個時候喺之前攞到㗎啊。咁就因為咁樣咧，我就再攞多佢500蚊嘅呢個嘅 rebate 啊。咁所以最後嘅簽約價啦嚇，頭款係1728蚊，月供係181蚊。一共係39個月，嗰個 money factor 係0.00021，或者係0.5% 嘅 APR 啦。貸款嘅費用一共只係有181蚊，比起原本去提議嘅3.9厘咧，其實係少咗成千幾蚊㗎。而39個月之後咧，其實嗰架車嘅剩餘價值咧，個 residual value 咧係只有8080蚊。嗱咁當然啦，如果你睇緊嘅觀眾咧，你係比 Tommy 更加精明嘅話咧，你應該會話啊，我嘅頭款1728蚊係俾得太多啊！的而且確㗎，對於租車嚟講咧，盡可能嘅避免一開始嘅時候俾太多嘅費用啊，又或者咧係要將嗰個頭款降低，甚至降到去0咧就最好啦。咁呢一個咧係因為一旦你架車喺你租嘅時候任何時候啦，係完全撞毀，即係 total loss 啦，或者俾人偷咗嘅。呢一個你一開始俾嘅錢咧，其實絕大部分情況之下咧，都係會被一筆勾銷。所以一開始嘅呢1728嘅頭款咧，我承認係我喺討價還價呢個過程入邊咧一個有改善嘅空間嚟㗎。咁但係嗰個時候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係我申請咗一張嘅信用卡啦，咁我就要去滿足嗰個嘅最低個 minimum spending 啦。咁啊，畢竟你話頭款咧，其實你係可以用信用卡去碌㗎啦嚇。咁啊，而最尾我都冇撞到車啦嚇，咁啊就當我好彩啦 ，OK。而當然嗰個時候咧，加州政府咧都仲係有一個2500蚊嘅 cash rebate 啦，而電力公司亦都係有個 rebate 去幫我屋企咧就裝個充電器。我亦都係嗰個時候屋企就 upgrade 咗個 panel 同埋裝咗呢個嘅 charger 㗎。而另外一樣嘢咧，我係想提到嘅咧，咁就係啱啱我哋咪提到嗰個 residual value 嘅，其實佢係由車廠去設定啊，車行咧係冇能力冇權力去改變佢㗎。而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係想知道每一架車嘅 residual value 咧，可以上翻之前我提過嘅 Lease Hacker 嘅網站，入去嗰個嘅 forum 度問一問嗰度嘅經紀啊。而呢一個嘅 residual value 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咧係決定咗大家你租約完之後咧，其實你究竟將架車還翻去車行度啊，定還是係即係買斷去比較划算啊？嗱，如果你話嗰個嘅 residual value 係比較高嘅話咧，亦即係話啦，你要買翻架車嘅嗰個嘅價錢咧，係比起佢喺市場入邊即係能夠去買翻呢架車嘅更加高嘅話咧，咁就代表住你係應該去還咗架車啊。咁就好似之前我租嘅一架Fiat 嘅第一代500E 咁啊，其實佢每一個月嘅月供咧就只係大概係90蚊嘅啫。咁就係因為嗰個嘅款項咁低啊，最尾嘅 residual value 咧講緊係19000蚊左右，但係嗰一架車咧當時嘅價值咧就只有大概1萬蚊嘅啫。咁所以咧 lease 完之後咧，其實就冇人去會買翻架車㗎。
而之前一集我咪同大家提過一個比較重要嘅保險啊，叫做 Gap Insurance 嘅，亦都係同呢個 Residual Value 咧，其實係好有關係㗎。嗱，我哋架車啦，喺我哋 lease 嘅時候，任何時候啦嚇，係被total loss 啦，或者係俾人偷嘅話咧，其實普通嘅保險咧就只係會賠翻嗰一架車嗰陣時嘅當時嘅市價啫。咁啊，例如啦，當時呢一架嘅 Fiat 500啦，如果係真係遇上任何嘅意外咧，19,000蚊嘅 residual value 同埋佢1萬蚊嘅市值中間嘅啲差價9,000蚊咧，我係要賠㗎。而 gap insurance 嘅作用咧，就係佢補償呢一個嘅差額啦。咁所以啦，如果你係知道你嗰個 residual value 咧係比嗰個市值係高好多嘅，又或者你買嘅時候你知道嗰個可能有品牌或者嗰架車啦，佢瞬間嘅 depreciation 咧係好高好高嘅，咁你就需要諗一諗，你究竟需唔需要去買呢個額外嘅 gap insurance 啦？而相反嘅，如果你嘅 residual value 係好低嘅，咁就好似我呢架 Ford 嘅情況啦，佢8,080嘅 residual value 咧，其實就只有 MSRP 嘅26%。咁啊，當然啦，都反映住呢一架車啊非常獨特嘅情況啦。咁但係呢一個咧都係你 lease 車咧非常非常少見㗎。而當時啦 lease 完之後咧，其實呢一架車喺市場度買翻嚟咧，應該都係有15,000蚊左右。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係完全唔需要去買 gap insurance 㗎。而網友可能你係一個舉一反三嘅人啊，咁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咁唔好彩啦嚇，呢一架車喺我租約完之前嘅一日我又未買佢嘅話咧，完全 total loss 嘅話，咁中間嘅7,000蚊呢個嘅賺咗嘅差額咧，應該係會俾邊個咧？嗱，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有少少特別嘅嚇。喺大部分情況之下啦，其實保險公司咧，佢賠嘅金額咧，都係會歸呢一架車嘅真正嘅擁有人。喺呢個情況之下，當然就係嗰個車廠啦。咁所以咧就係佢會食咗㗎。而佢會唔會同你對分咧嚇？咁就好視乎翻你嗰個租約上面點樣寫啦。而亦都正因為有呢個所謂嘅 positive equity 啊，所以你租完之後咧，其實我買翻呢一架車咧，就係會比起我還咗架車係更加划算㗎。例如啦，如果當時我係唔買佢嘅39個月間咧，其實我總共就俾咗6,500蚊。呢一度咧其實係包含咗一個395蚊，我去唔買佢嘅分手費。但係啦，如果我選擇去買佢嘅話咧，其實我總共就要俾15,700蚊。而呢一度咧，亦都係會包含一個500蚊嘅手續費，即係所謂啦。其實我買又好，唔買都好咧，我都係要俾呢啲嘅費用㗎。而呢啲嘅費用咧，其實每一間車廠啦都係有少少唔同㗎。希望大家咧，你去租車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好好留意啊嚇。而當然咧，仲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咁你都可以喺呢個 lease 完之前揾一間好似 CarMax 之類嘅第三方啦，直接嘅去用當時嘅市價喺你手上邊去買咗呢架車，又或者嚴格嚟講啦，其實係喺你手上去買咗呢架車嘅使用權，然後咧你就可以去賺咗呢個 positive equity 呢個嘅差額啦。而其實你咁樣做啦嚇，我假設你係唔想要架車嘅，其實係比起你先係去買翻架車，然後再喺二手市場賣翻出去咧，係更加划算噶。因為係避免咗你買嘅時候要俾嘅銷售稅啦，同埋同嗰個車廠去買要俾嘅行政費啊。咁當然咧，有啲嘅車廠好似係福特汽車咁啦，其實佢係個lease agreement 上面係寫明係唔能咁樣做㗎嚇。咁所以你都要睇翻個 agreement 上面究竟係點樣寫啦嚇。而可能大家睇到呢一度咧，你會問 Tommy 點解一開始我係唔選擇去買佢咧？有時候啦，其實車廠提供嘅呢啲嘅 manufacturer rebate 咧，只係適用於去租車嘅啫。好似我呢架車啊，嗰個13,000蚊 rebate 入邊咧，其實除咗7,500蚊嘅電車 rebate 之外咧，嗰5,500蚊嘅車廠提供嘅 rebate 咧，都只係適用於租車嘅啫。因為整體嚟講啦，其實對於車廠 lease 一架車比去買一架車咧係更加賺錢㗎。之前我咪提過，車行去賣車，其中一個比較賺得多嘅部分就係貸款啊嘛。如果有人係用現金去買車嘅話，其實嗰個車行賺嘅錢咧就唔係話好多嘅啫。而佢用 lease 嘅方式，其實可以係保障到一定程度啦嚇，佢嗰個車行係收到貸款上面嘅利潤。而通常 lease 車嘅人都係會經常去車行啊，佢可能會買其他嘅服務做其他嘅 service 等等。咁所以 lease 車咧，其實無論係車廠或者車行咧，佢哋提供嘅 rebate 或者其他嘅優惠咧，通常嚟講都係會較多㗎。而最尾咧，我都想同大家提一提，究竟咩係 one pay lease 啊？
嗱，嗰個年代我 list 呢架車咧，其實另外一架比較好少少嘅電車咧，就係 Chevy Bolt。咁啊，視乎翻你自己可以符合啲咩嘅優惠啦。咁但係嗰個時候咧，好似你話3年嘅 lease 咧，一共咧都淨係需要5000蚊到8000蚊左右。而如果你係加州嘅低收入人士咧，你就可以再減多幾千蚊。咁啊，甚或至咧，我之前都提過嚇，係免費添啊。而家另外一架比較平少少嘅電車咧，就係呢一架 Chevy 嘅 Blazer。咁啊，6000幾蚊啦，你可以租佢24個月。咁啊，但係就係需要你一炮過去俾錢。換句話說咧，就係將你嘅頭款啦、每一個月要交嘅月供嘅呢啲嘅費用咧，通通都加埋一齊，然後一炮過去俾。咁啊，通常咧，你話個車廠去俾得出呢啲咁嘅優惠咧，佢都係會將你頭先我哋提到嘅 money factor 咧就降低少少啊，因為其實你都一開始已經俾晒咁多嘅供款啦，佢又唔驚你走佬啦嚇。咁所以咧，對佢嗰個嘅廠商咧嚟講咧，其實嗰個嘅風險咧就降低少少。咁啊，但係有一件事咧，需要大家去注意嘅啦，咁就係究竟嗰個一炮過俾嘅咁大嘅錢入邊咧，其實係分咗喺頭款入邊啦，定還是係每一次你供嘅嗰個錢入邊啊？因為我頭先我咪講過嘅，其實嗰個頭款咧喺架車完全 total loss 嘅情況之下咧，係會冇咗噶嘛，你蝕咗噶嘛。但係供款嘅嗰部分咧，就會視乎翻嗰個車當時嘅價值，同埋以供款嘅差額去睇下賠翻俾你幾多錢。就例如通用汽車呢一架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6300蚊嘅一炮過嘅供款咧，其中6000蚊咧都係月供嚟㗎。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喺中間total loss 嘅話咧，其實係有部分咧係可以攞得翻㗎。咁都所以咧係希望大家去簽約嘅時候咧係要好好留意啦。咁如果大家係對今日我哋嘅分享咧有任何嘅問題啦，畢竟其實租車咧我講都講得好複雜啦，係嘛？其實真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嚟嘅。OK，除咗可以喺下邊留個言問一問咧，你亦都可以上翻 ListHacker 嘅網站啦嚇。畢竟咧其實嗰度有好多有關於租車嘅攻略啦，你可以用一個 calculator 去計一計究竟你租車抵唔抵啦，有唔同嘅人嘅經歷分享等等，都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去租車㗎。好啦，今集嘅分享咧就到此為止啦。唔知道大家對租車啦，或者買車都好啦嚇，咁你有咩嘅經歷係想同大家分享嘅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喺下面留個言啦。亦都係啦，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影片咧，都可以去 like 啦，去分享啦，或者去訂閱啊。咁我哋就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